15岁时，我等他来娶我，现在却等着他来杀我。我把命还你。我是太子裴昭的正妃，成婚以来，人人都赞我们青梅竹马，夫妻恩爱。但他登基1月有余，迟迟没有下旨封我做皇后。3天前，他从外面接进宫一个女人，名叫洛书。洛书进宫的第1天就是贵妃，和我平起平坐。裴昭还想封她做皇后，这让我很不高兴，所以我带了些薄礼去拜访这位裴昭藏了3年的美人。裴昭走进来的时候，洛书正好倒在我的脚边。裴昭发疯一样冲过来质问我：是你干的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云芝接过我的匕首，递来一方帕子给我擦手。别这么激动，杀个人而已。蛇蝎心肠，恶毒至极。他越说我就越兴奋，笑得花枝乱颤。我蹲在裴昭面前，替他把眼泪擦干。人都死了，别哭了。一国之君像什么样子？朕要杀了你！嘘，陛下，话可不能乱说。这大夏的皇后必须是我，也只能是我。你这皇位本就是我沈家给的，记住，是你不合时宜的宠爱害死了他。我随手捋了捋他的头发，摸着他的脸颊。既然一开始就假装深情，往后余生你也得给我继续装下去。裴昭双眼猩红地坐在地上，流出的眼泪没入洛书的头发里，看着刺眼的很。来人啊，送陛下回宫。沈琦啊！臣妾在，而且会一直都在。我要亲眼看着他痛苦，他喜欢的我都要毁掉，就像他当年毁掉我一样。我本该是将军夫人的，在战火纷飞的北京，陪在萧恒之的身边，但不可能了。我被永远地困在了这座四四方方的宫殿里。想起自己穿着嫁衣的那日，萧恒之来拦了花轿，只不过他是拿剑对着我的。若你此刻踏出喜轿，我便带你走。我被绳子捆得紧紧的，花轿里我拼命挣扎着，可始终发不出一点声音。你说让我相信你，我信。你一遍遍说，我一遍遍信。哪怕我萧家数万人因此沙场埋尸，生死不见，最终我等来的是你凤冠霞帔，风光大嫁，做太子妃的消息。沈慈渊啊，你可真会骗人。他每说一句，我的心就被拉扯出一道血淋淋的伤口，疼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多想告诉他我不是自愿的，但双手双脚皆被束缚，嘴里也被灌了药，眼睁睁看着他将我送他的玉簪摔碎在地。从此你我再无关系了。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，眼泪随着四散的玉片一起落在长街上。望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突然觉得一切都了无生气。花轿前往东宫的路上，我收敛了所有的情绪，安安静静的拜天地，行大礼。揭开我的盖头时，裴昭眼里是带着忐忑的、歉意的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也没有闹，只是对他笑笑。夫君。他僵硬了一瞬，然后过来抱着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还记得我及笄那年，姑母给我戴的簪。他问我，渊儿，想不想做太子妃？我有心仪的人了，那个人等我等到了19岁，还没娶亲，我可不能辜负他。姑母看我的眼神带着怜悯，只是我当时没读懂那是什么意思。洛书死后，裴昭册封我做皇后。那天，远在北京的萧恒之回来了，我已经快3年没见过这个人了。丝竹之音弥漫的宴会上，萧恒之来到席间，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女子，高发竖起，素色的衣裙，眉眼间还带着些阴气，和我一点也不一样。大概是我的目光太强烈，萧恒之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侧身挡在那女子身前，这双眼里满是警告。萧将军身边这位是？萧恒之的语气很淡，他大概是不想同我说话。大庭广众之下，又不得不回答我的问题。臣的未婚妻子。裴昭好像终于抓住一个能羞辱我的机会。恭喜萧将军得觅良人，你说是吧，皇后？我同裴昭对视，他眼里的戏谑不加掩饰，我直接笑出声来。是啊，陛下还不给他们赐婚，成全一对佳人。家国未定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臣怕耽误他。等北京战事平息之后，臣会带他回来向皇上皇后谢恩。他说的平淡，我的眼睛却酸得很。他从始至终再未看过我一眼。朕有你，心甚安。裴昭和萧恒之遥遥举杯，一饮而尽，犹如当年。小时候的裴昭经常被欺负，有次被打得狠了，萧恒之和他身上都挂了彩。他擦干净眼角说，我长大了，是要做皇帝的，到时候我要给小月儿穿数不尽的裙子，给恒之很多很多财宝，我们就再也不用和人打架了。那我就做大将军，
帮你守疆扩土。那我就做将军夫人。那你可要快点长大，晚了我就娶别人了。那时候多好啊！可是人是会变的，丝竹声吵得我头疼。臣妾不太舒服，先回去了。刚站起身，就被裴昭拉住手腕，跌坐在他怀里。是身体不舒服，还是心里不舒服？有区别吗？我不痛快的时候，会让你加倍不痛快。陛下何必这样呢？他张嘴饮了我手里的酒，外人看起来就是一片帝后恩爱的场面。你心尖上的人，可是一眼都没看过来，他早就不在乎你了。我确实很不痛快。洛叔还没下葬，万一宫里的梨花猫不小心去了洛叔的院子，又没吃又没喝。你敢？逗你的，猫也是很挑食的。看到他压抑着怒气的面孔，我很开心。疯子，是你亲手捆在身边的疯子啊！我从裴昭的怀里起来，大方得体的同所有人告别。离开宴席后，我捂着胸口倒在了地上。萧恒之甚至不需要对我流露出多少厌恶，仅仅只是无视，就让我觉得痛不欲生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我这才发现云芝一直跟在我身后。送我回寝宫吧，宴会太吵了。是。凤鸾宫这3个大字还是先帝亲手为姑母写的，只可惜人都死了，才给这些虚名有什么用？裴家的人个个都虚伪。我将所有人关在门外，把宫里能砸的东西都砸了，依旧怨气难消。我16岁的时候，家里拒绝了萧恒之的提亲，因为皇上疑心重，他不喜欢会对他有威胁的事情。可是我不懂，和父亲大吵一架，偷跑出家门，在半夜叩响了萧家的大门。见到萧恒之，我直接扑到他怀里哭诉：爹爹不让我嫁给你，所有人都不让我们在一起。没事的，反正这辈子除了你，我不会有别人。真的吗？哪日你要是有了别人，我就……小月儿就怎么样？哼，我就把她嫁给别人，再杀了你。好，要是有那一天，我就把脖子洗干净，等着你。战场上说一不二的少年将军，在我面前总是极尽所能地展现出所有的温柔，我怎么能不爱他呢？我闹着不肯回家，他也不强求，就让我住在萧府，每日变着法的给我弄些好吃的好玩的。外面关于我的流言颇多，他把我小心地保护起来，一丝一毫都不让我听见。我很喜欢画他，因为喜欢他，想画他，所以学了丹青。整个帝都也没有谁比我画得更好。现在我又想画画了。刚刚铺开宣纸，外面传来声响。不是说了谁都别来烦本宫吗？我刚走到门口，一柄长剑就横在我的胸前，冷得人心寒。皇后娘娘。萧恒之的声音比寒冬腊月的雪还凉。将军怎么有空大驾光临？是对妾身旧情难忘吗？只是来提醒你，别对阿华有不该有的心思，不然我敢保证娘娘这个皇后随时会成为宫中的一具尸体。阿华叫得真亲密，原本没想对他怎么样，但是看你这么在乎他，我不太开心。手握上他的剑刃，鲜血顺着手腕往下流。你当真要为了他杀我？萧恒之直接抽出我手中的剑，锋利的剑刃划开了我半个手掌。可惜了，以后怕是握不住笔了。他看见满地狼藉，看着我的眼神带了些许嘲笑。皇后娘娘看起来心情确实不太好。薛家的小公子好像还未娶妻，倒也算是江化小姐的良配。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可他离我这样近，又让我觉得欢喜。哪怕是恨，我也要他的眼里有我。我抬起半残的手掌，想要摸摸他的脸，被他嫌弃的躲开了。掐住我脖子的手越收越紧。是你食言了，你说过这辈子除了我不会有别人。还像是被这句话刺激到了，松开手将我丢到一边，碎瓷片钻进我的膝盖里，疼得我冷汗直流。那时候是我瞎了眼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别消磨我的耐心。我偏不。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，徒留我一个人演这出独角戏。没过多久，云芝进来了，什么都没问，妥善的帮我处理伤口。这手不过就是废了而已，没什么不能说的。他垂着眼睛看向我的膝盖。京城里我的舞跳得最好，曾经有多少人费尽心思想看我一舞，都没能如愿。娘娘，但我只想跳给他看。3年前他回京，
为了给他看，我跳给了所有人看，可是他不想看见我。云芝始终低着头，淡蓝色的碧水簪被烛火映衬成了墨色。你今晚看见什么了吗？娘娘打碎了瓷瓶，不小心摔倒，划伤了手掌。你要一直这么聪明。我下旨将江化赐婚给薛家的三公子，一个不学无术，每日流连花街柳巷的废物。江统领就这么一个爱女，从小到大宠爱的不行，就连他想去军营也由着他胡闹。我如今这一出，倒是将他惹怒了。他手上掌管着京城里1半以上的兵力，裴昭还是要顾及他的情绪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但是当他瞥见我手上的伤时，他原本的愤怒变为了嘲讽。他一把捏住我受伤的手，血迹才凝固不久的伤口又裂开了，一大片红色晕出白色的布条，触目惊心。就算死，你也是我裴家的人。臣妾一直记得很清楚。你为什么就不能乖一点？那样我们还能回到从前。回到从前，你能让萧家的人活过来吗？不能，我们3个的关系早就分崩离析，回不去了。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裴昭说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在他狠厉的眼睛里看到了失意。萧恒志在江化嫁人那天结了喜轿，带着他逃到了北京。再后来，萧恒志烦了，那天正好是中秋节，想起之前的某个中秋佳节，本该是阖家团圆的日子，可那时候我和家里闹掰，赖在萧府不走。所有人都知道我在这，但谁都不能提，沈家更不能上门要人。所有人都在保护着我的颜面，各色的彩灯迷了我的眼，泪水顺着眼角落到花灯上，一双带着薄茧的手轻轻为我擦去眼泪。萧恒之问我要不要回家，我抬头看着他，然后直接扑进他的怀里，涌出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衫。他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，什么都没说。要是有一天父亲把我嫁给了旁人怎么办？那我就去抢亲，带你逃得远远的。要是皇上要抓我回来呢？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也对，是我无理取闹了，皇命怎么可以违抗呢？那就掀了这朝堂。什么？我吃惊地看着他，生怕自己错听了一个字。我愿意为了你做乱臣贼子。那天的风很大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楚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无关以后，只这么一刻。他说了，我信了。那么我愿意为了他做任何事，哪怕死。萧恒之劫走江化的那日，我就站在城墙上，我目送着他驾马离去。江化火红的嫁衣和夕阳融为一体，他们像是在浴火前行，彼此交融，两人之间再也容不下别的人。明明是一开始就预想好的结局，可风吹过来，脸上还是凉凉的一片。娘娘，该回去了。云芝过来为我披上衣服，望着萧恒之离去的方向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皇宫里人太少，有些寂寞，告诉礼部该选秀了。宫里人多了，也就热闹了。裴昭也有过几个孩子，但都胎死腹中。裴昭震怒，命人调查，他首先查的就是我。是你吗？不是，这些妃嫔怀孕之后，我一直闭门不出，他也不让我去看，就连东西都不让我送一点，他这样防着我，可这些孩子还是没了。沈慈远！我说了不是我。就算真的是我，你能废了我吗？你敢废了我吗？有这时间，你不如多给菩萨上炷香，说不定是因为你手上的鲜血太多，所以上天要你的孩子来抵。沈慈远！陛下，你吓到臣妾了。裴昭最后拂袖离开，顺便打碎了我宫门口的花瓶，和以前一样长不大。如果说一个孩子是意外，那接二连三还说是意外，谁都不会信的。云芝，奴婢在。出宫一趟，把薛妃家小少爷生病，薛家最近买了不少川玉子的事情往外传一传，本宫怕有人不知道。是。川玉子本来是清热降火的药材，但若是有孕的女子吃了，不用多，每日1点，3个月，连大人都不一定能活下来，孩子自然也留不住。京中流言四起，说薛家谋害皇嗣时，我正在逗云芝抱回来的小猫，它的小舌头舔着我右手上狰狞的疤痕。朝中不少人借此弹劾薛家，但薛家一口咬定这药是给小儿子治病的。薛家在朝中根基深厚，虽比不上沈家，但却是裴氏忠臣，裴氏咬人的恶犬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裴昭不会动他的。只是最后不了了之。那日裴昭坐在我的宫里，一上午都没有说话。我知道他只是需要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而已。他恨我惧我，可偌大的天下，除了我这里再也没有能让他觉得心安的地方。陛下，还会有别的孩子的。他抬眼看我，像从前刚刚躲过一场刺杀时一样，是惊恐之余的依赖。陛下，我们生个孩子吧。
你说什么？赵哥哥，云儿想要一个孩子。你……嘘，赵哥哥，从前你说我想要什么都会给我的。小云儿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不好？小云儿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这个称呼了。当年我从萧府回家之后就被囚禁了起来，我又哭又闹，爹爹只说这是为我好。姑母来看过我2次，她比记忆中要憔悴很多，珠光霞帔也掩盖不了她眼里的绝望。我当时能想到的词大概就是哀莫大于心死。她要封我做皇后，姑母不想做皇后吗？从前想，后来就不了。皇家的人太可怕了。皇帝忌惮沈家，杀了姑母的孩子，又嫁祸给薛贵妃。可姑母什么都知道，她累了，不想陪皇帝玩那些把戏，想要离开，她又要用皇后的位置困住她。姑母第2次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抱了她很久很久，我总觉得一松手，姑母就不见了。云儿，你要幸福啊！她塞给我一个盒子，拿着它逃走，逃去北境找萧将军一家。姑母会为你善后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姑母所谓的善后是用她的命。国母轰，天下哀，皇帝根本没时间管我。至于姑母交给我的盒子，也都是那位皇帝的好算计。我刚刚离开帝都，遇上了裴昭。早知你会逃，我来送你一程。你不在京城，陛下那边会不会生气？相比于做太子，我还是更喜欢和你们待在一起。是呢，我们3个就是要一直在一起的。我和裴昭一起到了北境，萧将军一向很喜欢裴昭，就把我们留下了。恒之去押运粮草了，过几天就能到。又能看见他，我很开心。可是，一觉醒来，一切都变了。北狄拿到了我军的城防图，萧将军惨败，而那份城防图就在姑母交给我的盒子里放着，被裴昭交给了敌军。夜深路重，接过他手中城防图的人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那夜，我亲耳听见他说：“皇上活不久了，萧家军必须死，我娶她做皇帝。”我不知道姑母给我的盒子里原本装的是什么，我们的陛下啊，装的一往情深，但哪怕死，他也会榨干姑母的最后一分价值。我想要去告诉萧将军，不小心惊动了夜里谈话的人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看到我时，裴昭眼中全是惊恐，他小心翼翼地走过来想解释什么，张了半天嘴却一句话都没说。我转身要跑，却被暗卫摁倒在地。别伤害他！裴昭命令暗卫，他们是大夏的忠臣，可父皇不想要民心过剩的忠臣。是他们保护你长大的啊，裴昭！对不起。裴昭一个手刀将我劈晕。再醒过来的时候，萧将军已经出发了。我想骑马去拦，跑得太急，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腿。至于裴昭，大概已经在回京城的路上了。萧恒志回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萧家军的尸体，5万将士横尸荒野，萧将军的尸体不知所踪。我不能想象，我跋山涉水而来，最后害得这么多人惨死。萧恒之双目猩红，明明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。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。萧家上下10几条命，5万萧家军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是他给了萧将军错误的情报，才导致萧家军惨死的。我认得他，他就是那晚和裴昭说话之人。荒谬！萧恒之牢牢地护着我。哼，小将军若是不信，可以亲自问他。你来的时候带了个盒子吧？盒子呢？现在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在老将军的营帐里，不信小将军可以亲自去看。我僵在了原地。我知道营帐里肯定是有东西的，他们苦心策划了这么久，这些东西怕是早就准备好了。我怕的是不知道怎么面对萧恒之。只要你说不是，我就信你。我该说不是的，可是面对惨死的几万条人命，这句话我却怎么都说不出口。你不是故意的，对吗？有苦衷，是被人利用了。他对我太好，他现在内心比我痛苦千百倍，哽咽着声音却还在想各种理由为我开解。这样的人怎么忍心辜负啊？我怀孕了，正巧神医素心进京，裴昭请他来帮我安胎。他大约也是怕了。其实我和素心认识很久了，当年裴昭遭人刺杀，萧恒之为了救他掉下山谷，我找了萧恒之整整3天，一步步拖着他跪在药王谷外请素心救命，当时还为他做了好久的药人，
素心才肯救活萧恒之的。这次也是我请他来的。素心为我把脉的时候面露为难。你真的要这样吗？我摸了摸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，里面有一个孩子，我和裴昭的孩子，可能是个漂亮的公主。你这么做，你的家族怎么办？他们不会有事的。就算换个新的帝王，沈家也依然是沈家。沈家在大夏的根基很深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没有人会想惹这个麻烦的。就算狠毒如先帝，也不过是杀了姑母一个孩子而已。如果是萧恒之，不会对沈家下杀手的，因为我们想要的都是一样的。素心，帮我准备一碗堕胎药，要半条命的那种。只敢让我生下孩子，裴昭或许不在乎，但薛家不会。那日裴昭在我宫里吃晚膳，刘美人派人送来了小菜，说是小厨房新做的，请我和裴昭尝尝。放下吧，柳妹妹有心了。陛下快尝尝。裴昭一把抓住我布菜的手，眼神死死地盯着我，看不出情绪。陛下不吃吗？渊儿，臣妾在。陛下干嘛突然叫我？你……他的眼睛始终不离开我的脸，似乎要从中看出些什么。陛下不吃，臣妾可吃了。你一定要这样吗？我从裴昭的声音中听出了悲凉，还有些许祈求。这几个月的夫妻情深就到此为止了吗？见他挑明了，我也不再装，对他微微一笑。刘美人的小厨房味道一直很好。我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，拉着他的手放在我的小腹上。陛下，你觉得他是皇子还是公主啊？你别，求你！我无视他的表情，拿起旁边一早就备好的药，一饮而尽。裴昭甚至来不及阻拦。你就当真如此恨我？是，我恨你们裴家。十足十的红花直接要了我半条命。好疼！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我有好几次都觉得自己快要死了。若不是素心在一旁，我还真不敢对自己下这么狠的手。薛家知道我留了素心在身边，不敢故技重施，就借用刘美人的手借刀杀人。可我一直在等着他呢。迷糊间，我好像听到了裴昭的声音，他哭了，哭得好伤心，就是不知道是在哭他没出世的孩子，还是哭我。他好像也没什么错，只是想要活下去而已。可裴氏民心已失，大厦将倾，他守不住。濒死之际，我好像回到了从前。春日踏青，桃花纷飞。小月儿快来，抓了好多鱼，你有口福喽！小月儿，哥哥厉不厉害？厉害，不过恒之哥哥还是要比你厉害那么一丢丢。你再说，谁厉害？你把我的裙子弄脏了。赔你10条。那也是我未来的夫君比较厉害。不知羞。我们要一直一直在一起，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有今朝。我的孩子没了，人也垮了。病好后第一次照镜子，我砸了宫里所有可以反光的东西。我一向最引以为傲的脸啊，苍老了10几岁。已无越级者，倒也没什么所谓了。我抚上自己空荡荡的小腹，还以为自己不会难过的，但真的失去了。那股撕心裂肺的感觉一点都没少。孩子，对不起，下辈子找个好人家投胎，别再遇上我。萧恒之的军队要进京了，他来之前，我总要帮他把所有的障碍都扫清。薛氏悬挂在大夏上空最大的毒瘤，他一日不倒，大夏的朝堂就永远会走向衰落。裴昭知道，所以他没揭穿我。沈家也明白，从姑母的死，他们就明白了。我曾经问过萧恒之，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他说得见大夏盛世。我总要帮他实现的。顺着刘美人这条线，我让云芝拿出一早就准备好的证据，直指宫中的薛贵妃。重刑之下，薛贵妃的宫人详细的供述了薛贵妃是怎么害死宫中嫔妃孩子的，又是如何故技重施，想要对付我的。薛贵妃和薛家机关算计，唯独算错了一件事。裴昭待我的好，比起其他人多出千百倍。我没有冤枉他，这桩桩件件的事情都是他亲手做的，抵赖不得。我只是最后帮他一把而已。事情走到这一步，就算裴昭想包庇也没办法。薛家连同贵妃陷害龙胎，残害妃嫔，更有将统领和沈家在朝堂咄咄相逼。万般无奈之下，裴昭只能给薛家和贵妃重击。薛贵妃被打入冷宫那天，我去看她，昔日娇艳的美人，哪怕落难依旧可人。
对比之下，容颜尽失的我倒显得有些狼狈。成王败寇而已，我输了你也不见得赢。他说的对，我的结局只会比他更惨。我摸着他精致的小脸说了一句话，他的面色瞬间就变得狰狞可怖。薛家倒了，裴氏没了最后的依仗，萧恒之的军队驻扎在城门外，不日就要攻进帝都。大战来临前夜，裴昭带了酒来，像个落魄的公子哥。他说：渊儿，陪我说说话吧。我坐到他身边，一如当年，昭哥哥，你不适合做皇帝。确实，当年父皇就给了我2个选择，终究是对不住你。你知道吗？你我大婚当日，我做好了无数种打算，想着就算你哭闹不理我也好，恨我也好，我都会一辈子护着你的。我揭开盖头，看见你那平静的像水一样的眼神，我就知道我的小渊儿再也回不来了。他说了好多好多的话，像是要把这一辈子的话都说完。小渊儿，这些年终究是对不起了，可不可以别让我死在别人手里？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？萧恒之没错，裴昭也没错，只是腐败的朝堂和将倾的天下，总要有人拯救，那5万将士的命也要有人偿还。昭哥哥，我饿了。哥哥给你烤鱼吃。我往他身边靠了过去，像小时候一样依偎在他怀里。裴昭拿着烤鱼回来的时候，我的手里捧着一个小盒子，里面装着一颗黑色的小药丸，我从素心那里拿来的。他看到的时候愣了一下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再见他一面。他将鱼肉递到我手里，拿走了那颗药丸，没有桃林的花做柴火，不知道还是不是当初的味道。我尝了一口，不是。我没敢再转头看他，自顾自吃着这条鱼，突然觉得肩膀一重，手里的鱼也随之掉到了地上。昭哥哥，这鱼有点苦。这时候云芝走进来，我问他：你是来杀我的吗？你早知道。你头上的碧水簪是恒之哥哥的，他挑簪子的时候我就在旁边。他的目光闪过错愕，手里的匕首紧了又紧，就站在离我3尺远的地方，一动不动。你为什么不揭穿你吗？大概是我太寂寞了，把你放在身边，才能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在做什么，选的又是怎样一条路。他死了吗？云芝看着在我肩膀上睡着的裴昭。云芝拖着沉重的夜色离开凤鸾宫，那枚碧水簪在黑暗中发出淡淡的蓝光。我没有问他为什么不杀我，夜色太重，我有些看不清东西了。我穿着15岁时的那身裙子，坐在大殿的龙椅上，萧恒之走进正殿，脸上还带着连日征战的疲惫，滴着血的长剑正对着我。你来了。他没回答我的话，大概是真的恨极了我，连最后的告别都不愿意给。可我想听他说话，依旧执着地问：你打算亲手杀了我吗？萧恒之双眸里的厌恶不加掩饰，他不爱我了，再也不会爱我了。我从龙椅上下来，缓缓走到他的剑前，胸口抵上他的剑。我把命还你。他的剑拿得这样稳，倒叫我有些伤心。长剑刺穿我的身体时，我依旧对他笑，随即又想我的笑大概很难看，怕他更厌恶我，只能忍着痛，轻轻皱着眉头。我想抱抱他。这时候门外走进一个穿着战袍的女子，她眉宇间的英气让她显得那么美丽又干净。那是江化，他的妻子。我知道，便是下一辈子，我也没有希望了。我叫江化，第一次见到萧恒之的时候，他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。初入军营，他便以强大的姿态打败了军中所有对他有非议的人，但他从不在战场上与人拼命。我以为他贪生怕死，直到我看到他身边的女孩，灵动的像是月光下的精灵。萧恒之看他的眼神，藏着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温柔，我才明白，他不是怕死，只是有更在乎的人。后来沈小姐嫁人了，萧恒之回到北京之后，还和以前一样沉默寡言，但所有人都能看出来他和从前不一样了，就像是心死了。沈小姐那时的笑容，我怎么都忘不掉。我在她重伤濒死的时候，学着她的样子对萧恒之笑笑。萧恒之突然抓住我的手，眼里是我看不懂的汹涌。我想这个人我还是很喜欢。后来边关打了胜仗，班师回朝的当天，皇帝立后设宴，我又一次看见了沈小姐，但她现在是大夏的皇后了。她依旧是笑着的，记忆里见她的几次，她的脸上永远挂着笑容。皇帝问萧恒之我是谁的时候，臣的未婚妻子。他的回答让我意外，又让我欣喜。可萧恒之大概自己都不知道，皇后和皇上亲密地靠在一起时，他放在桌下的拳头握得有多紧。皇后离开后不久，萧恒之也不见了，他的背影比夜色还重。再回来时，他的剑上有血，握剑的手不停地颤抖。此后1月有余，他都没能握稳剑，那把跟随了他很多年的狼牙剑也不见了踪影。
皇后把我赐婚给了别人，我很恨她。萧恒之来抢亲的那天，我又很开心。萧恒之那天没有回头，所以他没有看见皇后站在高耸的城墙上目送着他离开。我想皇后应该很爱他，不然为什么一路上我们都没有遇见追兵？守城的将领是我父亲，我们来时，他直接开了城门。萧恒之让我们在外面等着，他一个人提着剑进了皇宫正殿，听投降的宫人说皇后在里面。大夏的皇后，萧恒之的青梅竹马。其实我内心是怕的，我怕他一出现，萧恒之就会回到他身边。其实他从来没给过我什么承诺，所以我违背了萧恒之的命令进去了。当时萧恒之的剑刺穿他的胸口，在看到我的时候，这位皇后的目光突然就变成了一片死寂。我想我不应该进来，他死的时候应当很难过。他闭上眼睛后，萧恒之就丢掉了手里的剑，他抱着他的尸体待了1天1夜。我想成亲。和谁？萧恒之抱着怀里的人走过99级台阶，大红色的喜服纠缠在一起，十方使者相迎，百官朝跪。父皇万岁！渊儿，我来娶你了。他本来可以活着的。我们之间隔着5万将士的命，他放不下，我也放不下。与其一生带着隔阂，不如死了带着回忆。反正上至碧落下黄泉，他都只有他一个人。那天内务府的工人要将沈慈渊的东西处理掉，被我拦了下来。我想着萧恒之或许想看。萧恒之抱着那些东西在大殿里待了1天1夜，我偷偷去看过，满地的画像，张张都是他。在位10几年，他勤勤恳恳，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其余的时间，他就教生儿如何治国平天下。他太急切了。生儿是我父亲带来的，他说这是裴昭的孩子，抱来时不过刚足月，什么也不会记得。一位聪明的妃子隐瞒了自己怀孕的事情，偷偷在冷清的宫殿里生下了这个孩子。他是裴昭的遗腹子，也是他唯一的孩子。在生儿13岁生辰过去不久，萧恒之就缠绵病榻。我去看他。以后生儿还要多拜托你，谢谢你，这么多年愿意担太子母妃血命。你挺混蛋的。对不起，但是我真的要走了，我怕来不及。小渊儿不知道会不会在奈何桥边等我，万一他没等我，我还要找他好多年。他做皇帝是因为沈慈渊希望他给大夏一个盛世，他都知道的，只是他什么都没说。他不提那个人的名字，不是他忘记了，而是怕一旦想起，他就撑不过这些年了。阿晃，外面的桃花开了吗？在我和他的陵寝前放一枝桃花吧。这件事我没能做到。他去的那日，满帝都的桃花都谢了，我叫人在2人陵寝前移植了2株桃树，不知道来年会不会开花。